尽管美军在全世界的霸权行为为世界所不齿，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其军事实力十分强大。有人曾这样形容称，美军随随便便拿出一小部分先进武器，就可以武装出一个军事强国。而很难想象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何会有可能沦为西太平洋2级军事力量？美国空军退役上校马克·冈辛格尔首先提出，近些年来，美军的军队规模以及军事预算持续收缩。其中，马克特别指出，空军战机数量的缩减，使得美军在与中国发生战争时，无法迅速做出压倒性的反应。从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挑衅举动来看，如果未来中美真的到了不得不战的地步，美国专家就指出了4个潜在的战争引爆点，分别是南海、东海、台海以及黄海方向上。而美军退役上将马克随即指出，如果美军无法阻止中国在台海方向上的统一大业，以及在南海实现领导地位的这2件事，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2件事究竟为何在美国眼里如此重要，变成美国不得不阻止的事情呢？说起南海，其作为中国周边最大的边缘海，在中国的国防安全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海基核力量的角度来看，南海是最有利于我国战略潜艇隐藏的一个地区。另外，在抵御外敌入侵上，南海也极有无可比拟的意义。而除了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外，在世界海上航道日益重要的当下，南海的航运价值在运送我国关键的战略物资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而与南海有着同样重要战略意义的台海也是如此，其关乎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问题，更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真正崛起的关键。或许美国正是看到了这2个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才必须要阻止这2件事情的发生。那么问题来了，美军是否真的能够阻止呢？很大程度上是阻止不了。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对中国经济进行各种的打压围堵，而结果非但没有令中国发展就此止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经济腾飞的步伐。再看中国如今的成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崛起之势势不可挡，就连美国也阻止不了。而美国如果偏要逆历史潮流而为，那么其沦为西太平洋地区的2级军事力量将是不争的事实。在7月9号，英国传统媒体《卫报》在澳大利亚组织了一场民意调查，然而结果却是有超过40%的澳大利亚人对华十分恐惧，认为再过不久，解放军就会对澳大利亚进行大规模袭击。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受访的澳大利亚人中有 36% 的人坚信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澳大利亚必有一战，只有 24% 的人认为中澳不可能发生战争。在调查中，《卫报》还对澳大利亚居民如何看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有 49% 认为中国肯定会完成统一，其中很大部分认为会在未来一个时间点，小部分则认为大陆很快就会进行统一步骤。而在调查中，有 38% 的人认为，以中澳目前的情况，为了避免被中国攻击，应当用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对华作战。实际上，《卫报》的这份调查不光是震惊了这个英国媒体机构，也把澳大利亚内部一些人吓得不轻。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负责人艾伦·贝姆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澳大利亚部分政府官员和议员故意散播与中国有关的谣言，导致民间很大一部分人对中国的相关认知早已扭曲，而伴随着这些舆论的扭曲，中澳之间的贸易问题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于中国的恐惧和不安，这才导致如今的情况发生。有分析认为，这种故意散播谣言塑造出一个恶意的对华舆论氛围之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皮特·达顿、澳大利亚内政处秘书长迈克尔·佩祖洛就开始为自己立人设，公开叫嚣对华战争的战鼓已经敲响。这种做法纯粹就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不惜破坏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利益。有分析人士担心，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的舆论趋向于战争和恐惧，那么势必会刺激一些投机者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以讨得选票。从某种角度来说，澳大利亚当前的所有舆论都可以看作是在间接的进行战争动员。一旦有人借此获利，澳大利亚必然会出现更多的投机者，届时整个局势恐怕就无法收拾了。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个局势正在加速恶化。说起印度，大家会对这个国家嗤之以鼻，尽管其自身实力并不突出，但是印度却有一颗十足的野心，不仅妄图将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甚至还声称自己是世界超级大国。诚然，印度在某些方面上看确实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潜质，如重要的战略位置、辽阔的国土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等。然而光靠这些远远还不够，但是印度人却并不这么想。在某些印度人看来，印度已然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目前印度的野心又再一次膨胀起来，似乎在挑战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据最新报道介绍称，
日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前往莫斯科，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对于这次会谈，分析人士指出，游说俄罗斯加入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将会再一次成为苏杰生重要的游说内容。显然，说起印太，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美国的印太遏制战略。尽管印度方面强调这同美国的印太战略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似乎都是剑指中国。那么也就是说，印度似乎是想拉拢俄罗斯登上在印太对抗中国的战车，其目的也十分简单，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对抗中国的底气。而为了顺利拉拢，苏杰生表示，印度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是二战之后世界最稳定的关系之一。另外，印度军备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俄罗斯，那么这一点是否足以支撑俄罗斯同意加入印太海洋倡议呢？很显然并不能。早在前不久美俄首脑峰会时，拜登就曾向俄罗斯释放出友好信号，其意图也是想联合俄罗斯一同对抗中国。但是这样的阴谋随即就被普京识破了。对于现在的俄罗斯而言，同中国的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也得到了俄罗斯媒体的证实。其表示，有中国做盟友，西方是否跟俄罗斯做朋友都无所谓。对比之下，美国尚且都做不到的事情，印度凭借着这么一点筹码就想挑拨中俄，未免过于天真。而俄罗斯方面也基本不会有所动摇。在俄罗斯看来，印太一词分明就是对友好国家的孤立，其针对中国的意味也是不言而喻。从这样的用词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普京的态度，所以还是奉劝印度别再自作多情了。可以说，只要有中国在，这样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日媒共同社在7月8号的报道中提到，日本防卫省大臣岸信夫将在7月20号与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举行会晤，并针对日本与英国的军事演习相关事宜展开讨论。如果单独来看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英国人这次航母编队按照预定计划，也是准备在日本进行休整和补给的。双方见个面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者，日本与英国本身走的就比较近，1年前还曾经爆出过双方合作共同研制6代机的消息。当然，这两个5代机都折腾不出来，还合作研发6代机，这事儿也就姑且听听吧。不过，让外界感到奇怪的是，英国媒体在报道此消息时，仅仅提到双方会在亚丁湾举行海上联合演习。然而，轮到日本媒体的时候，具体的内容却额外多出来一大截。比如，共同社的报道中就提到，日本将与英国就东海、南海地区加强军事存在进行讨论，并相互共享情报，配合美国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不论是英国人故意隐瞒了相关信息，还是日本人故意添油加醋，双方报道中的差距可以看到，英国人还没来，日本就已经在着急地烘托联合对华的国际氛围了。这也凸显出了当前日本焦虑的心态。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想要在亚太地区组建一个对华军事联盟，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其中最为积极的非日本莫属，甚至美国如果想要放手不管，日本也会积极帮美国完成计划。而日本积极拉拢英国参与到对华事务上，本身也是焦虑美国对华策略效果。之所以有这种情况，用网上一句经典的话，日本对中国施展的一切手段计谋，本质上都是因为手上有血，身上有债，心里有鬼。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日本外务省花费巨额资金，在中国一些人身上砸下重金，妄图修改历史，美化日本，引导对日本的舆论。而事实上，日本人的这个计划已经在我国部分人身上奏效了，着实培养了一批忠犬。十分讽刺的是，在去年，日本外相在对华沟通时脱口而出一句：日本民众对中国不友好，中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何其可笑。